Tesla 也要盖晶圆厂，到底为哪桩？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两个男人的战争，你爱哪一位？不是看颜值哦，是看他们的个性，看他企业的领导风格。我们讲的就是马斯克跟黄仁勋。当然我们先从马斯克开始讲起，他进来新闻很多啊。你看到这个 Tesla 进来呢，他有一些这个动作，然后你看这个动作，你会觉得，你要盖晶圆代工厂，你是要挑战台积电吗？他说没有，我是为了我 Tesla 远大的发展。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的梳理梳理，他到底对于 Tesla 有哪些远大的发展，乃至于他脑子一热说还要盖晶圆这个代工厂了哦。好，那么首先呢，就是他意识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当他要达成他远大梦想，他要达成他的 AI 发展，他的机器人，他的电动车，他的自驾系统的时候，他都发现他卡关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那就是他得不到那么多很棒的晶片。好，那晶片掌握在谁手中？他可以自己设计啊，设计的超棒的，但没有人帮你做。所以呢，这个他就说，那我要去找台积电帮我做。但不好意思啊，你在台积电的心目中你是二线厂商，好吗？台积电心中的一线厂商是辉达，是苹果。所以呢，二线厂商拿不到那么多的产量怎么办呢？特斯拉现在讲了，他说，那我叫三星做。大家就觉得你脑子还好吗？然后呢，他就说不，我还是有部分要让台积电做，但我就是双轨进行。他说呢，以这个 Tesla 为出发点哦，我当然是要第一供应商、第二供应商啊，对吧？我这个分散风险嘛，对吧？但是他没有说出来的是，其实台积电没有那么想帮你做了哦。好，但无论如何，我们来听听 Tesla 的说法嘛。他说我是双轨供应链的模式，三星也帮我做。台积电也帮我做，然后呢，我再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让他们把我的商品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你就说这叫他要让台积电跟三星良性竞争，你要竞争当我的供应链。对，还蛮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好，但不是重点，不是重点。好，那当然，在马斯克心中 ，Tesla 当然最棒。所以呢，他要创造他的第一供应链、第二供应链，让他的供应链之间为他争风吃醋，那是他的自由。好，但是呢，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看了哦。马斯克为什么？你都已经找了这个，你就说了嘛，你要让你的供应链良性竞争，那你自己盖什么盖嘞？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三星，好，我下单给他帮我做，但是呢，马斯克也心知肚明啊，三星的一个东西啊，它的晶片的品质良率没有那么好的。那他要下单给台积电做呢，当然他放心，但问题是台积电呢手中有很多其他客户，他也不是那个台积电心目中的第一名，所以呢，他只好自己想办法。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他要找英特尔携手合作，他们要盖一个mega 的巨型的晶圆代工厂，而且他还讲，到时候我盖起来后，我的月产能100万片晶圆。大家就说你梦很大，但是你要怎么做啊？100万片的晶圆每个月哦，这什么概念啊？台湾我们就光看台积电的先进制程，3奈米、5奈米、7奈米，在台湾这么多厂，一个月呢50万片的晶圆，50万片哦，那已经是很紧绷的一个产量了哦。那你现在呢，这个马斯克一来，他都没有任何过去的学习曲线，他就说我要盖一座100万片月产量的晶圆代工厂。当然梦很大，那我们就看你怎么执行嘛。那当然呢，对于马斯克来讲，他会觉得我有的是钱啊，对吧？那我找英特尔合作，英特尔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嘛。那我们以后再也不用被人家卡脖子了，对吧？你看我自己的晶圆厂，我要它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以后我的机器人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晶片。想象真的是很美好，但现实怎么做呢？可能蛮有难度的哈，但是呢，他就是这么想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他怎么个做法嘛，对吧？哈，但是呢，这个 Tesla 要解决他自己现在晶片短缺的问题，你也合理啦，你要这样做也合理，只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困难，没那么简单。但是呢，马斯克这个人也是说到他就想要做到，那我们就来看他做到哪里。但是呢，现在的 Tesla 面临到很大的问题是，未来你看到马斯克这个
非常有信心，他说未来就是 AI 的世界。然后呢，他在这个 Tesla 在公布他们自己的财报的一个这个会议当中，他也告诉大家，他说我要给大家讲我擘画的 Tesla 的愿景。愿景是什么呢？AI， 他说呢 ，Tesla 这家企业现在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机点。他是这样说的，我念给大家听啊。他说，现在 Tesla 面临到将 AI 带入现实世界的关键拐点，所以呢，这一拐过去 ，Tesla 就不得了了，一定要拐过去。然后他就告诉大家，未来呢，他的事业版图的核心在哪里？AI 最重要，那他怎么样把 AI 带入现实世界呢？他就要透过他的人形机器人。好，他的人形机器人。那另外呢，这个 Tesla 它的本业啊，它的电动车，它就要让它有像人类的大脑般，要 AI 加上去，自动驾驶系统。所以呢，你就看到他说未来自动驾驶系统很重要，然后呢，再来就是机器人，这些呢就是它最重要、未来要发展的核心了。他说他的未来在这里，但是呢，现在呢，他的工厂里头有很多以前的一些很努力工作的高阶主管们，听到老板说未来在 AI， 未来在机器人，心里头就觉得不知道哪里怪怪的。我还在做电动车，那我是不是失宠了？那以后这个马斯克老板以后心中的未来没有我了。于是呢，你就看到近来他的人才不断流失中哦。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个大将，就是负责这个 Model S 跟 Model X 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负责人，他就求去，他就离职了。好，那离职了，那这个马斯克也没留他。好，那再来呢，最近不到1天内，这个 Tesla 走了2名大将，这2个都不得了。这2个呢，都是已经待这个 Tesla 待8年以上哦，算是这个一路看着这个 Tesla 成长的，然后呢，已经做到了非常高阶的主管，他们是直接向马斯克报告的这么高阶的主管哦。不到1天，2个人前后离职。一位呢，他是负责 Cybertruck 兼这个 Model 3他的一个这个项目负责人，他就离开了。好，离开了之后呢，不到24小时，另外一个辞呈到了马斯克桌上，谁呢？Model Y 的项目负责人。可以说现在在这个 Tesla 里面，它的产品线3大核心产品啊，Cybertruck， 然后呢 Model Y、Model 3， 2位，这个灵魂人物都走了。他们为什么走嘛？你就心里知道嘛，对吧？这个时机点很敏感啊。老板才刚讲完未来在 AI， 未来在机器人，他们就想想，那我的未来呢？回家去想一想，我的未来可能不在老板心中。那我的未来我自己去寻找了。天啊，这个世界很大，对吧？然后我去看一看。所以呢，你看这2位就走了哦。所以呢，他的负责人相继离开。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过去这一段时间啊。陆陆续续在 Tesla 这个比较传统，他们刚开始做的以前的重心电动车这个领域哦，很多人才都离开了。那有的离开就是裸退，那有的离开到了竞争对手去，有的离开到这个自己创业去，各种各样的理由，反正就是离开了啦。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领导人啊，他在擘画未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想想，回头想想，我是怎么一路走到今天？我的老陈有没有跟着我啊？我一个人在前面冲，后面人一个都走光了哦，每一个都不留了哦。好，那这里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了非常不同的管理哲学哦。那么有非常异曲同工之妙。今天就跟大家来好好聊马斯克跟黄仁勋呢，他们2个的管理哲学很不一样了哦。好，马斯克最近的大新闻当然是他跟这个董事会要求通过了一项10年的非常庞大的1兆美元的薪酬方案。当然呢，这10年内他没有拿任何的奖金跟薪水。10年后，当然就是一年一年的看他的 KPI， 他可以达到再给他多少，给他多少。但10年呢，如果他把目标都达成，他可以得到1兆美元的一个很惊人的天文数字的薪酬。好，那这样的一个薪酬呢，你说马斯克他就已经世界首富了，这些钱很重要吗？不，他这些钱干嘛呢？这些钱是帮助马斯克
继续拥有 Tesla 的主导权，他要求的是那个控制权。那其实呢，这个马斯克哦，他目前拥有这个 Tesla 的一个股权，大概占13%。那在这个1兆美元的薪资激励方案当中啊，如果呢他都达到他未来的目标，我们待会讲哪些目标，他可以再多拿到12%的股权，也就是说加上他现在有的，他可以拿到25%的 Tesla 的股权哦。那他要这些干什么？那不是钱的问题，那是他掌控权的问题。因为呢，他过去你看他过去曾经在 OpenAI 嘛，然后这个本来是好好的，我就是那老大，然后突然间掌控权被人家拿走，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那种你知道这个PTSD 哦，创伤压力症候群，我觉得随时都觉得我好像要被换掉了，不行，我那个股权要掌握在手中才行。但也可能因为这样的领导人风格哦，所以你看他的一些跟着他的老臣哦，好像有一点没那么好的向心力。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他，那你说1兆美元的一个薪资这个奖励方案，到底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目标也很难达成啊，所以你也不是说这是一个自肥方案。如果说真的目标都达成的话，我相信Tesla 的股东应该也会非常开心。好，我们来看他的一个目标在哪里。他说10年后我要让 Tesla 这家这个 IPO 的公司，它的市值达到8.5兆。现在是多少？现在大概1.3兆、1.4兆，股价浮动不太一样，1点多兆。那所以你要到8.5兆，那是翻5倍哦，10年时间市值翻5倍。他说我要达到8.5兆。然后呢，他说我的这个 Tesla 的电动车我要卖2000万辆，我的人形机器人呢，我要有100万个人形机器人。然后呢，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计程车也要有100万辆。另外呢，就是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啊，这个 Tesla 的 FSD， 我要有1000万个订阅者。这些是他帮自己列出的一个目标，都达到，他才能够拿到那1兆美元的一个薪酬。好，那当然这个目标很远大很难哦，但是呢，异曲同工之妙在于都是8.5兆。辉达最近呢，华尔街给他的一个目标价也是算起来市值也是8.5兆，所以呢，今天才会跟大家来聊聊，如果目标都一样8.5兆，这2家企业他们的领导人风格很不一样哦。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马斯克是抓权，什么都是我决定。那黄仁勋不太一样，黄仁勋目前呢，他拿到辉达的一个股权只有3%左右。那你说，哎呦这么少啊？其实当初啊，这个黄仁勋他拥有辉达的股权大概有12.8%，将近13%，就像现在的马斯克一样。那怎么突然间？他卖股票吗？哦，没有，他其实呢是让利给他的员工。辉达拿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股权出来，然后呢当成是他员工的一个激励的一个政策。你这个员工做得非常棒，所以你可以得到辉达的股权，你就变成股东，我们一起帮辉达努力。所以呢，他的一个这个自己的黄仁勋自己的一个这个股权呢，就在不断的释出股权，让他的员工可以这个得到激励的一个状况底下，一直被稀释。一直被稀释，所以目前为止呢，他的股权呢大约就是3%左右哦。黄仁勋讲过一句话，如果你是他员工，你应该会觉得很开心。但听说他也是一个蛮严厉的主管哦。好，那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就只要负责好好的认真工作，薪水问题你不担心，我会让你觉得很满意啊。”你就每个员工听到老板这样讲，已经开心死了哦。那他也的确这么做。那所以呢，你看到黄仁勋哦，虽然他很严厉，但是你会觉得他的团队。好像向心力似乎比 Tesla 要来的更多一点，但是很难讲，谁知道呢？这个马斯克也是一个大家说他外星人很奇葩的嘛，他说不定也是很会接他团队哦，我们就不晓得。但是呢，这2个企业到底8.5兆谁先达成？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下去。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讲，那1兆美元，马斯克拿得到吗？你如果光从今年的数据来看。他光是卖车，他就绝对卖不到。我们来看这个10月份的数字哦，Tesla 的车呢，在全球各地都卖得很糟糕。首先来看10月份的销售量，它在中国市场曾经它是呼风唤雨啦，但是现在呢，中国市场国产的电动车品牌非常多嘛，然后呢，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CP 值高，所以也大概不一定要买 Tesla 嘛。那于是呢，你就看到了在中国市场，过去呢，这个马斯克寄予厚望的市场，今年10月份。它的一个这个销售量是下降将近40%，它卖出了2.6万辆。它在德国市场，它只卖出了750辆。
怎么这么差？你没有看错，没听错，750辆。当然有一些他个人因素啦，因为马斯克去挺了一个德国的这个极右派的一个这个政党，然后呢，这个导致这个德国人觉得说你管我们政治干嘛？你会不会手管太宽哦？所以呢对他有一些反感，所以我就连带的拖累了 Tesla 的一个销售量。那另外呢，在台湾市场10月份他卖了21辆。21辆就卖这么少，所以你看到，其实，在世界各地，Tesla 的一个销售量啊，都已经不如过去的一个这个辉煌时期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趋势底下，你说它要达成那个10年内，它要卖2000万辆 Tesla 的车，有点拼哦。那更不要提其他的一些目标了哦。那甚至呢，近来这个马斯克他自己哦，你看到他讲到了这个1兆美元的一个薪酬方案哦。被巴菲特骂，巴菲特呢写了一封信啊，当然不是专门骂他啦，他提了很多，这个巴菲特在感恩节的这封信当中提了很多，但最后他花了很大篇幅在讲，他觉得这是一个歪风，他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取的现象。他怎么讲？他说，这叫一个贪婪的雪球，这个贪婪的雪球式的膨胀。那当然他没有点名说马斯克，但是他就讲了这些企业的 CEO 不断的用非常巨大的一些薪酬方案。他说这些薪酬方案呢，已经变成了这个企业跟企业之间领袖之间的一种莫名的心理的对决了。你拿那么多是不是我不能输？于是回过头去也要要求他的董事会给他一个好大的一个这个薪酬方案哦。然后呢，他讲说这种是嫉妒。这种是贪婪，然后他说这叫形影不离的嫉妒跟贪婪哦。巴菲特他自己，他当波克夏的这个创办人嘛，那他的薪资呢一直以来都是1年10万美元。很低，但是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投资嘛，所以他现在还是全世界第11大的这个富豪。那他的一个这个总资产有1500亿美元，所以呢，那薪水对他来讲不是很重要，但就领个意思，我有工作我就拿薪水嘛。但是他说现在这些企业的 CEO 们，怎么一个比一个哦，这个狮子大开口。然后他讲说。这些这个顾问们怎么也没有人去忠言逆耳，然后他后来又自己在信里面想说，也对了哦，这些顾问哦也都是领这个 CEO 的薪水嘛，我怎么可能去忠言逆耳 CEO 说，我觉得你减薪好不好？怎么可能嘛？人性不可能。所以呢，他就说了，所以现在已经企业领袖之间的薪资已经落入了一种嫉妒跟贪婪式的一个雪球式的膨胀，他觉得非常不可取。他觉得呢，这些 CEO 应该要回头想想自己领这么多薪水，然后再想想你的员工领多少的薪水，这样合不合理哦？自己好好想一想。OK， 巴爷爷说你想一想。马斯克，你想一想，好，那到底呢？这1兆美元是什么概念啊？我们最后跟大家聊聊1兆美元什么概念。1兆美元是你可以买下台积电，1兆美元呢是你可以等同于美国 GDP 的3%，1兆美元你可以做好多事，1兆美元呢差不多哦，就是如果你一天哦。这个花哦，这个1秒钟，美国一个试算好有趣啊，他说。大概就是你1秒钟花40美元，你花个800年花不完。然后我就想说，1秒钟花40美元，这到底是怎么个花法？1秒钟40美元，然后你1分钟呢就是花2400美元，然后呢你1小时就是花400多万，然后呢你这个24小时不停歇，一直花钱，一直花钱，一直花钱，你花个800年花不完，差不多这个概念。花钱都花好累，所以呢，你看到这个马斯克哦，这个未来如果他真的达到了那4大目标，他可以拿到这1兆美元，那我们就帮他好好想想他要怎么花。他自己伤脑筋好了，我们不伤这个脑筋。好，但无论如何啦，今天跟大家来看看了，这个是黄仁勋，然后跟马斯克不一样的领导风格。那如果是你会喜欢哪一位当你的主管呢？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